据多家外媒报道，中菲间最新签署的一项协议表明，双方将开通连接两国领导人办公室的直接沟通渠道，以防止在南海发生新的对抗。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表示，中方始终致力于同菲律宾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处理海上问题。据中国外交部官网消息，7月2号，外交部副部长陈晓东同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拉扎罗在马尼拉共同主持召开中菲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第9次会议。双方就南海形势，特别是管控仁爱礁局势坦诚、建设性地交换了意见。中方敦促菲方立即停止海上侵权挑衅行径，回到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的正轨，推动海上局势趋缓降温，推动中菲关系止跌企稳。通报介绍，双方认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符合中菲双方利益，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目标，同意继续通过 BCM 等机制保持对话协商，管控矛盾分歧。会议期间，双方还就完善涉海沟通机制、促进两国海警对话、推动海洋科技环保等合作进行了交流。中菲两国外交、国防、自然资源、海警等部门代表出席会议。17号，英国路透社发文透露了据称是与这次会议有关的更多细节。报道援引菲律宾外交消息人士及相关文件内容称，中菲同意建立3个新的沟通渠道。第一个渠道由领导人指定的代表使用，第二个渠道将供两国外交部部级或副部级或其指定代表使用，第3个渠道为两国海警部门之间使用，但仍需两国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最终启用。菲律宾外交部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双方认识到加强南海双边海上沟通机制的必要性，并签署了关于改善菲中海上沟通机制的相关安排的协议。有观察指出，实际上中菲之间一直建有紧急电话热线，但层级较低，被认为未能有效阻止摩擦升级。也有观察指出，种种迹象显示，马克思政府上台后实际上没有遵守双方此前达成的危机管控共识，甚至还公开否认这些共识的存在。但今年5月初，马尼拉时报曝光了一份中国使馆工作人员与菲律宾西部司令部司令阿尔贝托·卡洛斯中将的电话通话记录，证实了双方确认过危机管控的新模式。这份电话记录也显示，中菲并不缺乏沟通渠道，而是菲方自恃有美国撑腰，缺乏与中国沟通的诚意。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应该说我们也知道，在美国的挑动之下，菲律宾的一系列的举动，确实导致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有一种冲撞、有一种失控的这个风险。所以这个状况显然不符合菲律宾、不符合南海整体周边国家的利益。我想，应该中菲之间如果能够达成一种共识，乃至于有一种协议的话，确实对于维持南海的和平稳定是非常重要的。路透社在报道中直言不讳，将菲律宾近来在南海的挑衅行动与美国的煽风点火相关联。报道指出，菲律宾在防务盟友美国的支持下，加大对中国的挑衅，让两国在南海管辖权问题上反复针锋相对。这个协议的内容故意让外媒给知道，无非也是要跟美方释放了一些信号，就说要给美方也知道这个事。那以此为菲律宾的可能将来整个南海战略的转移，或者跟中国恢复这个以前的对谈的机制，做了一个伏笔。菲律宾资深媒体人黄栋兴认为，菲律宾在看到中国捍卫自身权益的决心以及美国承诺的不靠谱后，尤其是考虑到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无论是马克思当局还是菲律宾军方，在南海问题上现在都回归了一些理智，也是为未来可能有的变化做准备。6月17号的仁爱礁事件之后，由于中国有充分的准备，菲律宾在挑衅这个事件得不到一点便宜。菲律宾看到了美国的保证是不可靠的。那经此事件之后，菲律宾当局还有军方有过全盘的思考。近来，在美国的支持和怂恿下，
菲律宾加大在南海的闹事力度，对华关系急转直下，并加紧在军事上勾连美国，引进域外势力武装南海。最近2年的美菲年度肩并肩联合军演规模不断突破历史最大规模，菲方还出借9个军事基地给美军使用。实际上，菲律宾法律禁止外国驻军，但根据美菲协议，美军以访问的方式部署在这些基地内，形成美国军事力量长期在菲律宾撤而不退的事实。美菲军事联演和各种军事协调会议不断。据菲律宾巴拉望新闻网17号的报道，在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查尔斯·布朗和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劳纳共同主持的一场高级别军事会议上，双方进一步讨论了防务合作及联演安排，并商讨了共同应对任何突发事件的可能性。更值得警惕的是，菲律宾还允许美国首次将低风系统部署到吕宋岛，这也是美军中程弹道导弹首次部署在中国周边地区。深圳卫视也注意到，本月初，菲律宾陆军又对媒体表示，美军最迟将在今年9月前撤走低风系统。那这个做法实际上显然是针对中国，直接针对中国的这个本土来进行威慑的。而且呢，附带的同样也对中国的台湾问题来进行一定程度上这种压制。但这样的做法会让菲律宾明显地感知到了，这种做法把菲律宾绑在了美国全面应对中国的这种战车上，这完全不符合菲律宾本身国家的安全的利益。此外，美国军方日前公开了美军核潜艇在关岛海军基地重新装载远程巡航导弹时的照片。这一罕见做法受到外界高度关注。照片显示，美军海军佛罗里达号核潜艇在关岛海军基地重新装载了数量不明的战斧巡航导弹。美军方还配文称，这次行动彰显了美国海军在世界任何地方重新装载重要弹药的战略能力。美国新闻周刊16号报道称，美国军方通常不会暴露其潜艇的确切位置，更不会主动披露其武器装备信息。报道称，关岛位于菲律宾以东、日本以南，是美国在西太平洋集结投射军事力量的理想前线基地。该岛还是美军第2岛链的关键基地所在。美国为了恢复这些盟友对他的信心，又一再的在关岛要展示他先进的设备，以此来展示美国的这个军力还是如何的强大。但是有个前车之鉴嘛，就像菲律宾这种美国亚洲的盟友，现在更注定了美国绝对不会为他们而战的这样的一个倾向。近来，美日等媒体纷纷炒作山东舰的最新动向。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17号发布一则涉及我山东舰编队的中国海军舰艇动向通报。通报中称，自本月9号起至15号的7天内，海上自卫队持续在太平洋海域观测到以山东号航空母舰为核心、多艘护航舰艇组成的中国海军舰艇编队。通报中称，在此期间共计确认到了舰载战斗机起降约240次，直升机起降约140次，总计约380次。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于当地时间9号也曾报道称，解放军海军山东舰航母战斗群目前正在菲律宾海执行任务。在南海的军事博弈当中，实际上中国无论我们是在地缘的靠近的优势上，还是我们在军事力量上的这么一个整体的这个布局上，实际上中国我们并不弱于美方，甚至某种程度上带有一种局部的军事优势。正因为这样，所以日本呢看到了这一点，而且他也非常关注这一点。那么这个军事态势应该说对南海局势呢会造成一种深层次的一种长远的影响。